乌军夏季反攻，红军村局势逆转，星链被切断，成为乌俄战场转折点。幻象2000首次损失实际情况如何？俄军事故频发，前线士兵叛降，车臣兵弃枪而逃，士兵为争功互厮杀。一直炸，乌俄加大无人机攻势。北约武装乌克兰，德国启动末日战备，应对即将到来的冲突。以叙冲突仍未结束，以哈停火谈判有所进展。以色列与胡塞再爆冲突，全球战报马上开始。在过去几天中，全球最热的战区依旧是乌俄战场。俄军想要延续夏季攻势，在特朗普规定的50天期限来临之前拿下足够多的领土。乌军也推出了夏季反攻，一味防守并不能改变战场进程。特朗普的态度虽然一直摇摆不定，但这句话的确没错。在执行反攻策略后，红军村的局势已经逆转。俄军集结16万人，计划在50天内夺取红军村、康斯坦丁诺夫卡以及库皮扬斯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红军村。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当前的红军村，俄军已经集结了超过10万名士兵，向西北和东南方向进攻，想要一鼓作气拿下红军村。7月22日，基辅邮报和塔斯社报道称，俄军的渗透部队已经进入红军村，并开始伏击乌军。不过没过几天，俄军的渗透部队就被乌军全歼。希尔斯基声称，近期俄军每天都会进行57次渗透作战，人数从2人到12人不等，试图通过插旗等行为在社交媒体上宣称已经占领该地区。但事实却是，所有的渗透小组都被乌军消灭，红军村所有的主阵地依旧在乌军手里。按照泽连斯基的话来说，在当前的乌俄战场，乌军的防御很艰难，但俄军同样如此。至今为止，俄军没有在任何方向推进。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主要原因就是乌军实力有所增强。在过去一段时间内，通过欧洲与美国的援助，乌克兰获得了大量的装备，至少3辆 M270、49辆 M1A1， 超过80辆步战车与装甲车，以及50万发炮弹、毒刺与标枪，还有大量的机载电子战系统。通过公路和铁路源源不断地进入乌克兰，这还不包括德国未交付的导弹，以及美国承诺的100亿美元武器。除了武器之外，乌克兰的士兵也有所增加。根据乌克兰的消息，已经有 9.4 万名囚犯兵进入前线，还有 1.5 万名囚犯已经提交申请。接下来，乌俄战场的激烈程度将再次提升一个等级，就看结果如何发展了。在战场之上，乌军首次损失了一架幻象2000，当然这不是俄军击落的。乌克兰空军在第一时间表态，这是设备故障，飞行员安全弹射逃生，地面上也没有人员伤亡。这一系列操作提前避免了被俄罗斯造谣的可能。这是乌军接收幻象2000以来首次损失该型战机。至于原因，火力军只能说战机年龄偏大，以及飞行员不够熟练。前者无法避免，法国的技术团队无法常驻乌克兰，乌方的机械师仅进行过基础培训，不过后者是可以解决的。目前法国已经承诺追加幻象2000的培训名额。相比之下，在过去一段时间，俄军闹出了不少笑话。在莱曼方向有消息称，隶属于俄军第20集团军的一个排拒绝执行无支援进攻命令。对于那些士兵来说，执行命令就是九死一生，但拒绝命令又是死路一条。后面还有督战队，进攻是死，违抗命令还是死。在这种两难的境地下，莱曼俄军选择另一条路，投降。于是在击毙排长后，30多名俄军士兵向乌军投降，这样好歹还能活下来。在苏贾附近，车臣网红部队也传出新消息，乌军特种分队与俄罗斯自由军团向苏贾外围的阿赫马特特种部队发起猛攻。在这次作战中，乌军士兵先使用波兰战友巡飞弹摧毁了阿赫马特部队弹药库，之后对俄军士兵发动进攻。根据自由军团提供的消息，在听到乌军发动进攻后，阿赫马特的士兵就开始溃逃，丢掉手中的 AK-12就跑。事实证明，在战场之上，士兵不需要跑得比子弹快，只要比队友快就行了。俄军一名上尉就因为跑得慢被俘。在前线方向，俄军部队为了抢攻第一个进入阵地，甚至出现了双方互相开黑枪的情况。在古代，这叫做先登，那是能够封侯拜相的。俄军互相抢攻，火力军也能理解，但是互开黑枪就有点离谱了。或许这是对新兵培训不足造成的结果。除此之外，在过去1周内，乌俄战场还传出了一个劲爆消息，星链再次被切断，并且在2022年，未来也有一个战场转折点，却因为星链被切断而丧失机会。
乌方消息称，7月25日凌晨3点，乌军使用的星链卫星系统中断了150分钟，导致乌军的战斗受到了影响。截至2025年4月份，乌克兰境内大约有5万台星链终端，其中2.5万台由波兰购买。在7月25日当天，乌军士兵反映，因为星链失效，导致无法进行任何进攻。按照 SpaceX 的说法，这是内部软件故障，并且中断是全球性的，目前已经修复。至于究竟是因为故障还是人为关闭，我们不得而知。火力军也不算深究，毕竟没有造成太严重的后果。但问题在于，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7月25日，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在2022年时，星链也关闭过一次，这直接影响了乌俄战争的走向。2022年9月，乌军对哈尔科夫、赫尔松发起反攻，其中哈尔科夫反击战大获全胜，但赫尔松就不一样了。当时赫尔松已经被包围，俄军撤退的安东诺夫斯基大桥也已经被炸断。如果乌军能全歼赫尔松的数万俄军，那么局势将彻底逆转。不过结果各位也都知道，数万俄军带着重武器跑了。火力军之前认为这是乌军的战术，佯攻赫尔松，实际是反攻哈尔科夫。兵力上的部署导致乌军无法彻底歼灭赫尔松俄军。只是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乌军在赫尔松的兵力是足够的，这点也能解释为什么俄军没能发现乌军的兵力调动，因为都是主攻，哈尔科夫是反攻方向，赫尔松也是。根据爆料的信息来看，当时乌军向赫尔松推进，数万名俄军面临绝境，后勤不足，武器弹药不够，只要乌军完成包围圈，就能全歼对方。即使无法全部歼灭，也能灭掉俄军大部队。至于带着重武器撤退，根本不可能。不过就在这关键之际，赫尔松和顿涅茨克部分地区完全失去星链信号，乌军无法协调行动，也失去无人机信号，炮兵无法瞄准目标。原因也很简单，普京的核威胁。根据媒体的报道，在2022年9月21日，普京威胁如果俄罗斯被包围，那就进行核报复。于是马斯克关闭了星链。在2023年 ，SpaceX 总裁格文肖特维尔表示，他们阻止了乌克兰使用星链进行无人机袭击，但没有透露细节。时任 SpaceX 工程师的迈克尔·尼克尔斯表示，接收到马斯克的指令后，的确关闭了星链，这导致乌军至少100个星链终端陷入瘫痪。路透社揭露真相后， SpaceX 声称路透社的报道不正确，但没有做出任何更正，并拒绝了所有提问。就马斯克之前的态度来看，这是担心自己的商业利益受损，于是切断了星链。如果马斯克当时不关闭星链，乌军全歼这数万俄军的话，那么战场情况或许早已改变。彻底收复赫尔松地区，切断东部俄军的后勤也不是不可能。在无人机袭击方面，俄乌双方加大了打击规模，威力也进一步提升。俄罗斯本土的机场、物流中心都遭遇袭击，克里米亚方向克什大桥已经保不住了。根据目前的消息来看，俄军的无人机空袭规模大幅提升，大约每次300架至450架。来自德国的消息也证实，俄罗斯无人机生产能力突然大幅提升。另一边，乌军的无人机频繁袭击莫斯科、图拉、罗斯托夫等地区，每天10个州遇袭，规模可以保持在100架至200架无人机之间。乌军的重点照顾对象就是莫斯科和克里米亚。可以说，在过去1周内，莫斯科几乎天天被炸，都快变成乌军无人机的打卡圣地了。各处都能看到烟雾，并听到不同程度的巨响。结果就是俄罗斯机场的关闭次数越来越多。克里米亚那边也迎来3连炸，先是一座军火库发生爆炸，紧接着就是克里米亚的2大基地，包括塞瓦斯托波尔港以及附近的卡察空军机场，先后有无人机吸引俄军防空火力，随后导弹进行精准打击。消息人士称，在机场附近听见10几起爆炸声。除此之外，乌军的无人机还打向了克里米亚另一座大型军用机场，也就是贝尔贝克。据说乌军对克里米亚的袭击整整持续了5个小时，看来无论是克里米亚的居民还是俄军士兵，晚上都没办法睡个好觉。在7月26日，乌军无人机和导弹重点打击了克什大桥以及周边地区，但目前并没有详细战况。但可以确定的是，这次袭击规模足够大，克里米亚多地遇袭，克什大桥也因此关闭。这是这一段时间以来克里米亚遭受的最大程度空袭。除了俄罗斯军事目标，乌军还打击了俄军后勤枢纽与机场，比如罗斯托夫的铁路系统，以及辛切尔卡斯克和塔甘罗格的铁路线，二者都是俄军物资的重要配送站，让俄军本就不富裕的后勤雪上加霜。另一边，由于乌军的空袭，从斯塔夫罗波尔到索契，俄罗斯8大城市机场被迫关闭。
至于乌俄和谈，结果还是老样子，毫无进展。7月23日晚上，俄罗斯与乌克兰两国代表团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进行谈判，但仅持续了1个小时之后草草收场。根据美国有线电视台新闻网的报道，乌俄双方仅同意交换被俘人员，在停火问题上并没有任何进展。在乌俄作战的当下，北约也展现了存在感。50天武装乌克兰计划实施，德国启动末日战备。在第29次拉姆施泰因会议上，英国提出了50天武装乌克兰计划，获得了52个盟友的一致同意。内容就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其中德国出力最多，将在为乌克兰提供额外的5套爱国者。在美国恢复军援方面，德国也发挥了关键作用。捷克民间也推出了一个行动，名为给普京献礼，也就是筹集资金购买武器，支持乌克兰。目前已经确定的武器包括榴弹炮与无人机。在北约批准的共同资金资源计划中，也包含了对乌克兰的直接支持，比如培训中心、培训资助等。重点还是美国。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在7月23日，美国宣布一笔价值 3.22 亿美元的对乌军售案，用于强化乌军防空与装甲战力。为了应对未来与俄罗斯可能爆发的冲突，北约也有新动作。英国这边加速6代机暴风的研制，这款战机就是专为远程打击任务而设计。一旦欧洲与俄罗斯爆发战争，暴风战机将直接从英国空军基地起飞，并在第一时间穿透俄罗斯领空，打击核导弹系统、防空系统和机场等目标。在此期间，可以保证不会被防空系统发现，也不需要加油。与此同时，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核武器首次部署在英国领土。美国将多枚 B6112核炸弹从新墨西哥州的科特兰空军基地转移到英国莱肯西斯皇家空军基地。该基地是美国在英国最大的空军基地，驻扎有美军第48战斗机联队，装备 F-35A。美国的这个举动其实就证明了一个问题：美国不会放弃欧洲。在北约成员国同意将军费提升至 GDP 的 5% 之后，美国就不会与欧洲脱钩，就连之前说的从欧洲撤军也没有了新消息。只是对于欧洲来说，美国的举动已经使欧洲觉醒，即使美国不走，接下来欧洲内部的合作也将逐渐加深，最终逐渐摆脱对美制武器的依赖。德国这边也毫不逊色，在2031年前每年都招募4万人参军，其目标是到2035年将专业部队扩充至26万人，预备役则扩至20万人。这标志着德军的规模将达到50万人，达到2战以来的最大程度，并计划研发自己的无人设备和机器人。这估算一下，50万人加机器人，直接100万大军抗俄。由于乌俄战争的影响，奥地利要加入北约。2025年7月26日，奥地利外长贝亚特·麦因尔·赖辛格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出于对俄罗斯安全威胁的担忧，奥地利准备放弃中立政策，并讨论加入北约。中立地位已不足以保障国家安全，需通过北约集体防御机制增强保护，但国内民意和议会支持率较低，尚未完成正式程序。面对来势汹汹的北约，俄罗斯海军也要秀武力，在太平洋、北冰洋、波罗的海和里海进行了一项名为7月风暴的海军演习，动员超过150艘舰艇，15000名军事人员参与，目前已经结束。不过说实在的，俄罗斯海军这是自己出来丢人。根据最新消息，俄罗斯唯一的航母，也就是库兹涅佐夫号，已经要封存或卖掉了。俄罗斯将成为5常国家中唯一一个零航母国家。说实在的，在这个时候，俄罗斯海军要做的应该是隐身，不要让别人关注自己，结果自己出来挨怼。不管这些常规舰艇有多少，没有航母都是白搭。中东方向，以色列依旧是主角，冲突仍在继续。耶路撒冷邮报报道，7月21日，以军出动多架战机对荷台达港发动猛攻，这是胡塞武装的大本营。这次袭击中，以军摧毁了用于重建港口的工程车辆、燃料容器以及用于军事活动及袭击以色列目标和附近海域船只的舰船。当天晚些时候，胡塞又跳出来表示，胡塞武装的空中力量发动了一次特殊军事行动，向以色列本土机场发射了5架无人机，且行动取得成功。怎么说呢？这也太假了！5架无人机分别打击5个目标，并且还要飞越2000公里，真当铁穹是吃白饭的。那么真相只有一个，胡塞这是在吹牛，反正又不要钱。加沙地区停火只能说有可能。在7月24日，以色列和美国均表示，哈马斯一点诚意都没有，从多哈召回了相关人员。不过在7月26日，作为斡旋方的埃及和卡塔尔表示，谈判取得了一定进展，暂停谈判并召回谈判小组，之后再恢复谈判。在7月27日，美国中东问题特使维特科夫表示，之前陷入僵局的加沙停火谈判正在重回正轨。
当天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以军方将从当地时间上午10时到晚上8时，在加沙地带人口稠密地区进行局部战术性军事行动暂停。在马尔西、戴尔巴拉赫和加沙城将暂停军事活动，除指定区域外，战斗不会停止。就目前来看，美国希望达成的协议是，哈马斯将释放一半被扣押人员，然后在60天停火期限结束后，再释放剩余的被扣押人员。按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说法，解决加沙局势的办法非常简单，哈马斯释放被扣押人员并解除武装，战争就会结束。不过这个问题要问哈马斯是否同意。在7月28日晚，据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在以色列有限安全内阁会议上，以色列内阁正在考虑对加沙地带实施全面军事占领，同时加强对该地区部分城市中心的围困，并考虑切断加沙地带的电力供应。以色列的意思很明确，如果哈马斯不同意，这还有替代方案。叙利亚方向以叙虽然停火，但矛盾依旧存在。7月26日，叙利亚和以色列官员在法国巴黎就缓和叙利亚南部局势举行了会谈，但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唯一的好消息就是之后各方将继续会谈，评估维持叙利亚南部稳定所采取的措施。在东南亚地区，泰柬冲突也有了新消息。根据目前的情况，泰国与柬埔寨于7月29日凌晨0时时立即无条件实施停火。火力军之前想过打不了多久，但是也没想到冲突仅5天就结束了。这或许就是未来冲突的主流。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未来50天乌俄战争会如何发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